李姐，好久不见。李姐您好，我们是519专案组，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。此次谈话严格保密，请您配合。李姐，你怎么看待万海案？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？我觉得没问题，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。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，曾经2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你接手办理，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？在他办案期间，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。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，所以你撤换了他。万海案有2年了哈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为什么把我撤了？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？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。党组会是谁主持的？当时是我代理主持。你主持院党组会，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。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，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？院党组是一级组织，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。好，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，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？张文京案有问题，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。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，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？那一个苹果坏了，我还能把1筐苹果都扔了？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？这是你的想法，我不这么想。像你刚才说的，思路问题。在邵小燕推翻证词、张文京案撤诉之后，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。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，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，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？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，证据链完整，我相信他们的意见。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。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？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。对，吴小天确实翻供。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？郑主任，在当时他没有翻供，我只能按照当时的。我说的是现在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吴小天翻供了，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？确实，我承认，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。就像我说的，时间紧迫，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。只是这些吗？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
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一些问题。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？郑主任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郑主任，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，有职务犯罪，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，是说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？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干脆一点吧。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。洪亮，来吧，该你了。哎，我能喝口水吗？有劳了。我们之前啊，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，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，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，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。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，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，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？蓝书记提的，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。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，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，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，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？检察机关。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？老谢，老检查了，业务也过硬，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。哎，说你个人啊，最近是跟柳叶买房子了？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。也不行，这不还得问你吗？具体情况。楼盘叫什么名？大都西山。哪天买的？就是4月中旬吧，中是15号前后吧。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。2号，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呀？天龙集团。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？啊不，那是个样板间，多少有些损耗，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，低了142万。哎，那就这么低了？没有，已经让柳运去把这个差价补上。什么时候让补的？5月底。底是26、7号吧。5月26、7号。开发商是天龙集团，这个老板叫陈胜龙。对，我知道。我认识吗？见过2次。哪2次？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。哎，那天我也在，我咋没看着呢？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？他后来来的。他来干啥？送红包。多少钱？没数，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。你第2次见陈胜龙是什么时候啊？第2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，正好赶上我过生日，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，然后就让柳运约了个餐厅。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，就过来敬了杯酒。什么叫正好陈胜龙也在呢？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。你刚才说谁订的？柳运订的，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，要小范围的，但他不知道去哪儿，所以他就
求助了程子健，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，但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。程子健去了吗？没去。那都是谁？蓝书记、文琴、孙飞、许彦武、谢鸿飞、刘云和我。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。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，俩人是啥关系啊？你可千万不能说呀！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。这个家怎么办？我孩子怎么办？琪琪还小，这个家不能散呀。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。他俩工作有交集。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哪部分业务？是房地产开发啊不，万川矿业。是万海的万川矿业。是的。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听说了。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，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西山的差价？不，洪亮啊，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，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。在主观上，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，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。这根本是两回事，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我说清楚了。那这个房子的问题，你认为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，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？差价的问题。是的。行，你说主观，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事实一，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，部分业务有往来。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，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，叫做大都西山。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，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。客观事实二，万海案宣判之后，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，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，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，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。事实三，万海案宣判没多久，你又见了一次万海，你要找他干啥？咱再说回来，谢鸿飞检察官，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，跟我讲法律、讲公平、讲正义。我想讲的是啥呀？后来搞明白了，交换吗？只要我认罪伏法，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，互惠互利呀。回法。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？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。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，没准我走了啊。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说，万海案宣判之后，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，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，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，重新复盘一下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？还是没结果呢？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？越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可越要想清楚，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，
每次风来的时候，不都是天昏地暗？但我这次觉得，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，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。洪亮，你是说这么一大圈，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，但是我请你，我拜托你小心求证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。李仁俊，你不老实啊！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，你能够坦诚，你能够知无不言。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，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！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你隐瞒什么呢？你估计什么呢？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？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，万海被宣判之后，获利最大的还是你。王玉举报万海，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？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？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，伤害案完了，该抓的该判的，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也是他在等什么呢？这个陈胜荣陈总，是不是想要我的这个集散中心啊？我跟老谢确实挺熟的，在万海案期间呢，我们两个确实有彼此相互照应了一下，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，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。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，我是被咬了一口，但是毒性不大，我能挺住。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。王玉，谁呀？李仁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呢？跟你有啥关系？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，我在你楼下，下来聊聊吧。没时间跟你聊，忙着呢。机会我给你了啊！你要不在这儿聊，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。聊吧，你想聊啥？知道我从哪儿来吗？专案组。啥意思知道吗？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。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个自首的机会。当然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，把事情说清楚。
说清楚啥呀？说清楚。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，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，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，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，就说这些。你港片看多了，我还有污点证呢，我啥人证啊？你说我是枪，我要是陈荣的枪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陈胜龙处心积虑要让矿，你有证据吗？王玉，我都能查清楚，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心存侥幸，也不要抱任何幻想，明白吗？我问你，专案组能摆平东平的事吗？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？勾结官员构陷万海，制造人命矿难，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。我告诉你，王宇，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。一个都别想跑是吧？行，一个都别跑。你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，那案子是你打的，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，你俩还人保护伞呢，跟我这嘚嘚啥呀？跟我这嘚嘚，你从哪儿来？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？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？没说吧？没说，你跑这吓我干啥呀？你吓我啊？王宇，你觉得我吓唬你？这样，你回去查一下法条，就你这些事儿，你查查能判几年？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，就你这些事儿，10年以上的刑期。你不信我说的，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。我现在是给你机会，主动去自首，还能争取立功减刑。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想明白找我。上车呀，走啊！我打牌多少年了，炸谁呢？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怕呀？我去自首，我说啥呀？啊？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，我是陈胜龙的枪，我诬告万海，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。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？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？啊，好事全都要，碰见事就跑，你是人吗你？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，没证据你滚蛋。还有你自己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？我判10年，吓唬谁呢？那吓！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，想明白了找我，我拉黑你。面壁思过呢？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，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？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？都是套路，我故意的留的破绽，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过来，有东西给你看。好好看看，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，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，紧挨着。哦，不夸张的说啊，在地下挖条巷道，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。还有啊，13年前，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，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。最蹊跷的是，万海收购大成矿业，
一分钱都没有花，平白得了个矿，这里面大有文章。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。对，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。就在这期间，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。好好看看日期，协议签署日期。是不是我们的要死？巧不巧？洪亮，我是大胆猜测了，你自己小心求证吧。专案组那边呢，我已经摸到底了，阵仗大，动作不大。蒋龙军孙飞以后呢，就没抓啥人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都别紧张啊，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，是吧？再见。你说说。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。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。哎，王总，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，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，做得很干净，根本查不着。万海烦不了。王总，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，没问题。龙哥说的对，如果万海案翻了盘，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？那多少人不答应啊？是不是啊，王总？王总，啥意思？你们把这事儿说的这么轻松吗？专案组，孙吉抓进去了，你们能保着咱们安全吗？理解。王总，你的担忧我都理解，但是咱一路走来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。他要是招了撂了，那我告诉你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他。我觉得孙局能懂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，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。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，他不会拉别人的。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，谁救他呀？咱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咱之前不说好了吗？万海的案子结束了，咱就完事儿了。大哥们，搞矿山干啥呀？又弄出一矿难来。我今天才明白，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？那早说呀！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没拿我当自己人也就算了啊。那你们告诉我，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，咱们呢？啊，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？那鸵鸟啊，脑瓜子扎沙里就没事了吗？啊？王总批评的是，鸵鸟心态害人害己。程大律师，我陈总，我哥，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？你们说我去告完了集团中心归我，啥事儿没有，零成本，是不是？现在是零成本吗？啊？专案组都已经来了，抓人了，你还能折着吗？王总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不踏实。这样，你要觉得没问题呢，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，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。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，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，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？
东平啊，是个小城市，人际关系复杂，盘根错节的。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。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，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，恐怕也不可能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，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，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。程大律师，我陈总，我哥，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？你们说我去告，告完了集散中心归我，啥事儿没有，零成本，是不是？现在是零成本吗？啊？专案组都已经来了，抓人了，你还能折着吗？孙飞抓了吧？啊？江红军抓了吧？李仁俊被叫去谈话了，知道不？还不知道呢哈！我告诉你们，李仁俊叫你谈话了，下一个是谁？是谁？老谢呀，姓谢的要进去了呢！你们咋？大哥，你不有本事吗？你不说你通天吗？你倒是通个天给我看看呀！你告诉我，专案组啥时候走？啥时候走？哪天走？王总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不踏实。这样，你要觉得没问题呢，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，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，可以吗？大哥，你啥意思呀？你让我现在跑啊？让我躲2天，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？那你跟我说个天数，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？不会我回来的时候，连那8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？万海案要是翻了，谁能替我说话？那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陈总，我哪也不走，我就搁这儿待着。陈总，你不牛，本事大吗？你帮我呀！你把我。王总，你逼我呢？我说了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，在一块儿想办法呢。算什么德行啊，这是！我散德行。陈正龙，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。望海，我告诉他，伪证我做的，那铁轨是我想要的，是吧？行，我真要进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把你们全撂了。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，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，你们船才往前开啊！操！我的！哎，熊哥，干啥你？换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。怎么的？我有情缘，我不能说一下吗？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？不是他妈想办法吗？哎，熊哥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他妈想死啊你！坐。小气。嗨，黄总，熊哥多喝了2杯，没事啊。真没事，不至于啊！再拌几句嘴，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就给你个面子。当然，来，坐。王总，我呢向你保证，只要咱几个一条心，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。你相信我，对吧，龙哥？王总，咱接着喝，行吗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哎，高哥，刚才真是话多了啊，有点激动了。一会儿上去，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你有点扛不动了。明白，完全的明白。是。但是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啊，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。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，说出来才能一块扛。我爱听这个，咱共事多少年了？咱有个3、4年了吧？啊，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，对吧？对。再说了，我就不信了，哎，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咱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，还那么多干警的，他不可能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哥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哥，我跟你交个底啊，龙哥搞万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。于天成跟谁合作，你知道吗？江远。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，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。你想想啊，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？说实话，这些真的都是小风小浪。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，我怎么没想明白呢？咱这地得谁说了算呢？是不是？是。你上去，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，我这命都是他的啊！哟，哥你真是，弟弟，走了啊，先走了。行，把话帮我带到了啊！没问题，一定带到啊！走了啊！哪天约啊？拜拜，走了。好嘞，哎，赶紧走。哎，回头见，很快见。快点开。哥，你回来就慌慌张张的，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？好，赶紧跑，我知道太多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，哥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陈胜龙这死拿我当炮灰呢。行了，不拿了。行，拿着。来，这点拿着自己花去。不是，哥，你拿着。哎，不要，听我的，你也找个地方多2天去，安顿好了，到时候联系你啊。来不及了，不是，先走了。哥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有没有可能你？嘿呦，王总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，这。哼，陈总叫你过去。下来吧！别干嘛！别让我说下来！别逼我上来是吧？